很多新加坡人最近都在讨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2026年7月1日之后，整个新加坡好像突然变贵了？老板觉得请人越来越贵，打工人觉得退休越来越远，中产发现 CPF 扣的越来越多，而很多想拿 PR、想长期留下来的人，也开始发现新加坡的门槛正在被悄悄抬高。但真正可怕的，其实不是某一条单独的政策，而是这一次新加坡政府把退休年龄、CPF、公积金工资上限、本地薪资门槛、外劳结构全部绑在一起改。阿明今天先把结论放在前面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年终调整，这是新加坡在2026年正式开始重构整个劳动力市场与财富分配系统。7月1日起，法定退休年龄正式延后到64岁，重新雇佣年龄提高到69岁，本地员工最低薪资门槛正式提高到1800新币， CPF 普通工资上限也已经来到8000新币。很多人看到这些政策，第一反应是，政府是不是没钱了？是不是想锁住 CPF？ 是不是以后大家都要工作到老？如果你真的这么理解，那你可能完全没看懂新加坡。因为新加坡最厉害的地方，从来不是福利有多高，而是它总能在危机真正爆发之前，提前10年动手。今天这期视频，阿明就带大家彻底拆开，为什么2026年会成为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真正的分水岭，而这场大改革背后，又藏着怎样一套极少人真正看懂的新加坡生存逻辑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政策更新，但现实是，这可能是新加坡近几年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系统级联动改革。因为过去的新加坡是低税率、高效率、年轻劳动力驱动的新加坡，而现在的新加坡正在进入一个高龄化、高工资、高成本、高效率的新时代。大家先看一组非常冰冷的数据：2010年，新加坡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大约只有 9%， 到了2025年，这个数字已经接近 20%， 也就是说，现在差不多每5个新加坡人里面就有1个老人。更关键的是，到了2030年，新加坡预计每4个人里面就会有1个65岁以上人口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的生育率已经跌到全球最低水平之一，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.97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的新加坡，老人越来越多，年轻人越来越少。一个国家最怕的，从来不是老人多，而是老人多，但没有人工作，最后直接拖垮整个国家的医疗和财政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几年新加坡所有的政策，其实都在围绕同一个核心，就是怎么让整个国家继续保持高效率运转。延迟退休是这样，提高 CPF 缴交是这样，提高最低薪资门槛是这样，收紧外劳配额也是这样。这些政策看起来分散，实际上全部是互相咬合的齿轮。新加坡政府其实是在用一整套刚性制度，强行推动整个社会升级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如果继续允许大量低效率岗位存在，如果继续依赖廉价劳动力，如果大量中老年人提前退出职场，那未来整个国家的财政压力就会走向失控。所以这一次，政府不再慢慢提醒，而是直接开始动结构。这次政策落地，最先感觉到痛的其实是中小企业老板，尤其是餐饮、零售、物流和服务业这些高度依赖人力的行业。因为从7月1日起，本地员工最低薪资门槛，也就是 LQS， 正式从1600新币提高到了1800新币。很多人觉得，不就涨了200块钱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但真正懂新加坡企业运作的人都知道，事情根本没这么简单。因为 LQS 从来就不只是一份底薪，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外劳配额。在新加坡，很多公司想保住 Work Permit 和 S-Pass 的名额，就必须雇佣足够数量的本地员工。以前，你花1600新币请一个本地员工，就能顶1个人头，解锁对应的外劳名额。现在，这个门槛变成了1800，这意味着企业每保住1个外劳名额，底层人力成本直接硬生生上涨了 12.5%。对于利润本来就薄的小企业来说，
这绝对是一道生死劫。所以很多行业下半年一定会出现几个非常明显的趋势。第一是岗位合并，一个人要干2个人的活；第二是加速裁撤低效率员工；第三是全面倒逼自动化，甚至会有部分企业因为扛不住成本，直接退出市场。很多人会抱怨政府太狠，不给小企业活路，但新加坡的顶层逻辑一直都很冷酷，也很明确。如果一家企业连1800新币的底薪都付不起，那他可能本来就不适合继续留在新加坡，因为新加坡土地太少，人力太贵，资源极度受限，他不可能像其他大国一样，长期去养大量低利润、低技术、低效率的企业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新加坡这些年一直在做同一件事，就是逼企业升级。以前靠廉价劳动力你能活得很滋润，但未来只靠便宜已经活不下去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现在的新加坡好像越来越卷了，因为整个国家正在主动淘汰低效率时代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这次改革中大家误解最深的一件事：退休年龄延后。现在网上一看到退休年龄提高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，以后是不是要工作到死？政府是不是在压榨劳动力？但阿明今天说一句很多人不愿承认的大实话，在新加坡，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64岁退休，而是你52岁以后，公司已经不想要你了，但你却还没赚够养老的钱，这才是最真实的职场危机。尤其这几年，很多新加坡的 PMET， 也就是专业人士、经理、执行人员及技师，这批中产的压力其实非常大，房贷高，孩子教育贵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，而 AI 和自动化又在不断替代传统的白领岗位。很多40岁以上的中产最怕的不是工资低，而是突然失业之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。所以这一次政府把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4岁，重新雇佣年龄提高到69岁，本质上到底是在做什么？它其实是在用法律强行延长中高龄劳动力的职业生存期。也就是说，老板不能随便因为年龄大了就把你合法优化掉。这其实是为大龄打工人撑起的一把制度保护伞。除了法律保护，政府还动了另一块蛋糕，就是把 CPF 普通工资上限分阶段拉高到了8000新币。很多人骂这是在锁死现金流，但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利用 CPF 特别账户高达 4% 的无风险复利，强制中高收入群体推迟消费。新加坡不是欧美那种高税收高福利国家，它不可能无限发钱养全民，所以它只能选择另一条路，尽可能让你保持工作能力，同时强制你把钱存进一个能跑赢通胀的系统里去滚雪球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这些年一直死磕 Skills Future， 强调终身学习和职业转型。因为未来的新加坡已经没有读完书工作30年就能安稳退休的童话了，你必须不断升级自己。听起来确实很残酷，但这恰恰也是新加坡在老龄化海啸中唯一能保持国家竞争力的方法。很多人一直以为 CPF 就是个普通的养老金账户，但如果你真的只把它当养老金，那你只看到了第一层。CPF 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是一套极度精密的国家级强制财富循环系统。普通账户 OA 支撑的是整个国家的住房体系，特别账户 SA 支撑的是个人的退休复利，医疗账户 MA 支撑的是全社会的医疗安全底线。也就是说，新加坡不是靠发福利来维持社会稳定，而是靠强制储蓄。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？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不存钱，老了以后全部指望政府发养老金，最后财政直接被拖垮。但新加坡把这个逻辑反过来了，它在你年轻还能赚钱的时候，强制你储蓄，强制你买房，强制你积累退休金。平时你可能会抱怨 CPF 扣的太多，拿到手的现金少了，但到了经济动荡、裁员潮来临的时候，很多人才突然发现，至少自己还有一层坚实的底线。而且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这么严苛的政策，甚至直接动了企业和个人的蛋糕，在别的国家早就引发大罢工了，
但在新加坡却能落地即执行。这就要说到新加坡独有的社会工程学顶层设计——劳资政三方合作模式。政府人力部、全国职工总会，还有新加坡雇主联合会，这三方在政策出台前就已经把利益平衡算透了。企业承担更高的人力成本，换取社会稳定和基础设施；员工接受强制储蓄和延迟退休，换取就业保护和复利回报。政府则在中间提供补贴和转型支持。这次 CPF 工资上限提高到8000新币，意味着中高收入群体未来会有更多资金进入这套循环体系。短期看，现金流压力确实变大了，但长期看，这是在拉高整个社会的退休安全垫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新加坡很多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冷酷、强硬，但背后真正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整个社会绝对不能在未来的大风险里崩盘。这就是新加坡最特别也最复杂的地方。他从来不喜欢讲漂亮话，也不喜欢喊空洞的口号。他承认现实很残酷，承认老龄化很危险，也承认未来全球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。所以他选择的办法不是发钱让全民躺平，而是提前10年把整个社会强行往前推。你会发现，未来的新加坡肯定会越来越贵，越来越卷，企业生存的门槛越来越高，普通人的职业压力也会越来越大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会越来越稳定，因为新加坡一直在做的，从来不是讨好所有人，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整个系统永远保持运转。面对2026年的新政，阿明给大家的建议很明确：如果你是企业主，不要再盯着便宜的人力了，立刻去申请政府的 grant， 全面启动数字化转型。如果你是打工人，重新盘点你的技能储备，把 Skills Future 的补贴用起来，规划好你的 CPF 复利。在现在的全球环境里，真正稀缺的东西早就不是单纯的高工资了，而是确定性。新加坡正在用一套极其精密，甚至有点冷酷的制度，去换取这种确定性。这可能就是今天的新加坡最真实的一面。你觉得这次新政里，哪一条对你影响最大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阿明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深度拆解再见。